算是看明白了，再学也就这样了，不会有什么出路了。我还不如早点回老家算了。哎，你上次给我介绍那个相亲对象，条件还不错啊。你最近看新闻了吗？今年啊，这个考研人数、报考人数大增，竞争更激烈了。别睡了，你怎么一天这么能睡呀？快走了。而且你听说了吗？咱那个学长，你记得贼优秀那个，毕业回来还请回来演讲那个优秀毕业生，今年啊都换3份工作了。你说说，你这一点都不往心里去啊你！快走快走。所以说啊，咱这个未来啊，非常的渺茫，非常的残酷，不是你能安心睡觉的时候。而且你知道那学长多惨，那么优秀的人，因为找工作压力大，据说啊差点没过了心理那一关。你说咱学心理的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讽刺。别睡。哎，班长，桑夏，哪儿都有他呀！快走快走快走。班长，你们也去205占座呀？啊。哎，你不是不考研吗？啊，我考雅思，出去镀个金。哦，想交外国男朋友？我找到了，他在剑桥学的金融。我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结束异国恋。我现在啊，算是想明白了，像咱们这样的人，再苦哈哈的读书也改变不了什么，找个潜力股发展发展爱情，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投资。您真有本事，靠自己，靠别人算什么本事？啊？你说什么？啊？没啥，走吧走吧，来不及了。像咱们这个专业的本科生啊，就是一鸡肋，实习岗都不好找。就算继续考研，毕业了吧，还是一片茫然。咱们这个专业就选错了。哎，你们还没说为什么要考研呢？哎。我不考了，我受够了，谁他妈给我去考去吧！第1轮总复习的进度都还在计划之内，但是这次月考就不按复习的进度来了，直接按考纲来，这也算是给学生们紧紧皮。这是本学期第1次全年级的大考，本着一视同仁、不搞特殊的原则，我希望11班全体参与考试，这也算是对雷老师教学成果的一点检验吧。如果11班的教学成绩没有明显的提高的话，那就证明此类教学实践是有待商榷的。作为年级主任，我会以个人名义向学校提出撤班申请。肖主任，这成班才多久啊？你怎么又提撤班的事儿？病人动手术也得有个康复见效的过程吧？高3只有1年，学生们的时间不容浪费。难道只不过是为了验证你们研发的药品是成功的，就拿学生做试验品吗？那这个试错的成本谁来负责？肖主任，话不能这么……那对一口价450分。这次月考11班要是考不过450，撤班申请我自己提。
一言为定。天哪，老师，你还是杀了我吧！450，我们怎么考啊？桑老师，到底是350还是450？我没听错吧？我以为到了11班就不用跟他们卷了呀。冤有头，债有主，是你们亲爱的雷老师要正面刚的。其实也不是没希望，6科都及格的话，分数刚刚好够。按照你们现在的选科，学校安排了明龙实验的各科目老师给你们代课。从今天开始，分组自行上课。同学们，物理其实并不难，吃透它的逻辑和规律，爱因斯坦也会是个可爱的老头。啊，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这道错题的分析。在把一个小球从某一个位置平抛出来运动过程中它依次经过 A 点、B 点、C 点、D 点。知识点是背了，但是主观题就是不能够得分呢，因为你得要掌握拿分的技巧啊。我拿今年全国卷的题型，我来举个例子。第1类概述变化及原因类，碰到这一类的题目，首先你要考虑的答题逻辑就是按照材料它给出的角度去进行答题如果材料没有这个，来，我们所有人看一下选项 A 啊，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有丝分裂的呢？性状的遗传跟遗传物质有关，那遗传物质是怎么来的呢？是 DNA 和蛋白质组成的染色质和染色体。姐妹染色单体会随着着丝粒的分开，在纺锤丝的牵引下引向细胞两极，最后均匀地分配到子细胞当中。所以有丝分裂的细胞，它就在氢带和子带之间保证了它性状遗传的稳定性。所以我们的选项 A 是什么？是对的。那我们看一下 B 选项这个造血干细胞它是已经分化了的细胞它只是分化程度不一样。那很明显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选 B。这道题主要是考你们的细心派。你们看这个直面程雨山，叛逆少女玉伯乐，痛改前非考名校。顺口溜我都给你想好了。数学是理科之本，数学天赋好的人通常都有着极高的思维活跃度和丰富的空间想象力。只要认真学，其他科目差不了。从产品定位的角度来说呢，它属于是引流款，能同时满足客户的猎奇需求和榜样需求。李然，够帅、够惨、够天才，再加上一个够努力的人设，毫无争议的形象化产品，年轻人最喜欢的逆袭奇迹。之前听你说还有个 rapper， 江晴朗，阳光率性的1、2代和李然恰好正负两极，适合捆绑营销。这小子还会说 rap， 等11班的营销正式铺开之后，你信不信他是第一个有粉丝团的？还有边小小，村里孩子卖惨卖乖，刻苦改命，草根中的彩票，锦鲤本鲤，亘古不变的爽文套路了。还有吗？还有一个，就是《西游记》师徒4人里边最无聊的那个沙和尚，但取经团队有他做托底，也算是张安全牌。况且高中读了4年，舍命考清北，本身就是个噱头。看来你已经想得很透彻了啊。跟王总合作，不透彻哪行啊？再说了，当年志想抓学生做典型、做宣传，蹭的还是我的文案呢。是，就算志想，他也不敢把学生掰开揉碎，像商品这么分析。可以。哦，对了，你说你下次月考跟学校立 flag 了，好啊，那咱们彼此静候佳音。再约。
都下班了，雷老师还加班呢。这不马上月考了吗？整理一下学习资料。哎，你有没有听说过，在心理学上，咬嘴唇和双肩耸起都是撒谎的表现？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做这两个动作。整理衣服也是哦。放心吧，上班时间以外，我对你的私生活没有兴趣，除非你要拿11班干点什么。哦，对了，今晚晚自习换个班呗，我晚上有约。走了。帅哥，如果都是你这样，那我们亏死个了。哎，老板，这茶费的都给我呗。行。白露。快！我天！宋杰回来了。对，看啊，超跑，他开了；饭店，他的 VIP 订的，这很明显就是针对我呀。上学的时候他就这样，什么男朋友啊、奖学金啊，连浴室他都跟我抢。每年同学会不是嘲笑我年薪，就是奚落我单身。今年啊，老娘跟他拼了。你还记得我们闺蜜的宣言吗？闺蜜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闺蜜的男人就是我的路人。走吧，拼了！等一下，等等我的超跑。什么超跑？雷鸣，哎，你迟到吧？特别准时。安静一下，我先提一句，老规矩，新人到场你得先走一圈。哎，就是。哎，白露，你怎么也不先介绍一下？对呀，班长。介绍一下啊，雷鸣，我未婚夫。清北的高材生啊，最近刚回新州创业，大家也多多支持一下啊。哎呦，清北的呢？可以啊，陆姐，这枯木逢春了，这是。还行吧，还行吧，不用叫姐啊，比我还大4个月呢。不是白大夫，这也太拼了吧！我可花钱了，这钱都赚。来吧，同学们，初来乍到，我先走一个。来，同学们，咱们一起啊，为班长找到真爱，干一个怎么样？干一个吧，来吧，来，喝完啊都别养鱼啊！来，亲爱的，尝尝这个。好嘞。你说听一个的吧。哎，雷先生，您是做什么创业项目的呀？我是从事教育。玲珑的。桑夏，你尝尝这个。哎，没事儿，都懂。想当初呀，这清北也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啊。只不过呢，这长大了才发现，社会才是最好的大学。哎，你们就说我家那老公吧，人家高中都没念完，人家照样开公司做工程。不过，他手底下画图的，倒是也有清北的，哎，也有交大的。冒昧的问您一下，您先生家里是做什么的呀？他呀是他爸的公司，家族企业。哦，那怪不得。我是这么认为的哈，那个只要是做工程，那就是赚钱的嘛，对吧？那不像我们这学应用心理学的，这对口工作多难找呀。
不是做心理咨询师啊，就是去做人力资源。谁说的呀？那不是还有心理医生、心理危机干预、心理教育老师？你搞儿童教育也是可以的呀。咱们全班也只有你和白露还干着本专业。你看，小白呢去搞直播带货了，吴哥搞销售，老贺开公司，英杰街道办当公务员啊。我呢，做医美。来，给大家发个名片，打成要记得找我呀。哎呀，我真是羡慕你们呀，至少还有事业可以做，不像我就只能在家里瘫着。帅哥，要记得找我啊。谢谢。哎，各位，那我在这儿做个调研啊，那当初是为什么选择心理学的呢？我呀，我当时就是抓阄选的，你们信不信？我嘛，我男朋友报了新师大，那我就跟着去了。我呀，当初家长和班主任都不懂，志愿手册上呢有这么个专业，我的分又刚好够，随便填的。我呀是爱看 TVB 嘛，觉得那里边的心理医生都特别飒，我就报了。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哎呀，以前的事以后再说，别老说话，你真听话的。哎，老贺，你这说的什么话？那你这得喝一个。所以说，桑老师，文理分班跟专业选择是人生一大赛点，选错了就全输了。你的职业规划课由我上来。什么意思？什么话？不好意思啊，各位。我听了半天，总算明白了。我呢，走错包厢了。我是奔着新师大心理学系同学会来的，没想到我来的是拉踩自己专业的吐槽大会。我也没什么可吐槽的。今天晚上学校还有工作，我就干了这边先撤了啊，大家随意。哎，桑桑，你慢点喝。哎，再留会儿呗，这刚开始呢。加班，打工人。再待会儿。打工人。放下。来吧，各位同学，让我们为了我们的友谊和伟大的心理学干杯！来，咱吃。奶奶，是健身器材那儿吧？啊，别让他们看见。哦，好。你早点睡吧。哎，记得贴块膏药。哦。哎呦。你没事吧？滚！放松点考啊，考不过大不了就是散伙嘛。不要拥挤，不要拥挤，慢一点没关系啊。
进入考场的同学们要保持安静，不得交头接耳，要仔细检查自己的座位号，按号入座。入座之后，将自己的答题卡准备好，待会儿监考老师要检查。考场内不准私自携带任何有通讯、保存等功能的电子产品。如果已经带入，马上上交给监考老师，否则按照违反考试纪律处置。起立，向左一步，请监考老师检查准考证。与此同时，我将宣读一下考试纪律。考试的试卷、答题纸、草稿纸由监考老师统一发放，任何考生不得私自携带草稿纸进入考场之内。在考试时要保持安静，不得随意起立或者离开座位。当考试时间结束时，所有人立即停止答题，等监考老师收卷清点完成之后，方可离开考场。最后，我要强调一点，不准作弊，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考试资格。各位考生落座，各位监考老师，请发放试卷。开始答题。到底为什么呀？我感觉之前看榜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紧张啊。过了！有学长，有你过了，400我们过了。陈雨森你也过了，你也过了，张振华，450了，一样。没事，我们回去。我没事儿。这次月考，11班有2位同学没有过450分。按照之前说好的，撤班申请下午可以提交了。肖主任，雷老师，肖主任说是你自己要立的军令状。你说2句。说的倒是没错，这军令状是我立的，
肖主任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考过了呀。11班的平均分452.2分。这种赖你也好意思耍？这怎么是耍赖呢？这是团魂，这叫班级荣誉感。一个班就应该一条心，心齐了才能共同进步，对不对？11班的5名学生在短短的1个月里边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这说明他们已经充分建立了班级归属感。反倒是肖主任这边动不动就是成班条件啊、拆班实现啊，那我们都是做着100米冲刺的准备上的场，那没想到还是跨栏跑了。肖主任，那到底是谁在耍赖啊？雷鸣，你什么意思？肖主任，肖主任，雷鸣老师，你们2个都不要再争了。不管是肖主任说的按照单个学生的成绩来算，还是雷鸣老师说的按照平均成绩来算，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雷鸣老师的带领下，这个班的整体成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对吧？再说这只是个月考。好啊，期末看成绩啊。对对对。下一个议题。桑老师和老雷怎么还不来啊？这是3案伙饭吗？我这次没过分数线，我可以退班。我也拖了后腿。我们都退班了的话，是不是11班就不用解散了？你们也太不了解他了吧！11班要是真解散了，他还哪来的闲心跟闲钱请你们吃饭啊？来，各位，都落座，听我说。首先呢，在我的据理力争之下，由于你们的平均分超过了450分，所以算你们团战胜利，不用拆班。但是，具体结果还要等期末考。程雨山、宇阳、江晴朗，你们3个不止自己考过了分数线，还拉高了平均分。这里就是你们的月考奖励金，每超过451分就是100块钱。哎，宇阳，44分哦。程雨山，11分。江晴朗，5分。等会儿，这是李然、边小小，虽然你们2个没考过线，但是我把你们下次月考的奖励金给预支了，每人1000，也就是说，你们除了这次没考到450欠我的分数之外，每个人还多欠我10分。边小小现在欠我39分，李然欠我30分，下次月考一并给我考回来。怎么了？不敢拿？等会儿。你这是典型的交易型家长，就算钱能暂时调动积极性，那也不能永远维持吧？只要钱够了，有什么不可以啊？哦，所以学习对你来说是一本生意是吗？那我请问你要打包他们的成绩卖给谁呢？学习可以是一本生意，可以是一种爱好，可以是一种理想，也可以是一种赌气。只要你认真对待，全力以赴，它是什么重要吗？再说了，我把他们成绩打包了存个档，不行吗？桑老师。来，告诉他，你们学习不是为了赚钱。谢谢雷老板。哦，对了，我再补充2点啊。第一呢，因为都给了你们奖励金了，所以这顿饭你们买单。第二呢，下次月考我的标准分是500。
哇！服务员，加2瓶啤酒，我要精酿。好嘞，一会儿给您上。反正也是自己花钱，不吃吧，不吃，再吃吧，大家。反正我们请客，全给他吃了。老样子，我先把结论说在前面。这次月考，你们的失败是必然的，而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来吧，说一下你们的选科逻辑。我妈选的。我也是。喜欢什么就选什么呗。一样。好。不是妈妈选的，就是凭自己个人的喜好。没有一个选对的。新高考这么千载难逢的差生福利就被你们白白浪费掉了。我告诉你们，选科正确，比做多少题都管用。那怎么选对科目呢？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搜集和大数据的研究。那我百度过的呀，大家都是这么选的。我们这个选科组合的话，它是最简单也是最好学的一种了。那百度告诉你这个了吗？百度不会告诉你们。你们所选择的科目组合，除了边小小和江晴朗之外，其余人全国1半的专业都录取不上。下周报名通道关闭，是你们最后一次改科目的机会，我给你们调整了一下。不就是改成纯理吗？我不选物理。必须选物理。新高考虽然取消了文理分科，但是隐形的筛选还在，纯理依然是最能打的。所以这次月考，年级前10基本都是纯理。不只是前10，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前100里边有75人都是纯理组合。这75个人都是瞄准的最顶级的名校，因为清北对于纯理组合的考生专业覆盖率是97.5%，也就是说，你们考上清北的几率会大大的提高。那为什么宇阳可以选全文啊？宇阳比你们多1年文科基础打底，再加上学习机动性不强，贸然改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纯文如果考过665的话，历史、新闻、哲学、公共管理都可以录取。生涯规划课原本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从而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规划而设立的课程，完全不是为了什么升学率。雷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你一厢情愿地做这些调整之前，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喜不喜欢、适不适合，或者说愿不愿意呢？桑老师，你走进社会也有3、5年了吧？你还没有发现，什么喜不喜欢、适不适合、愿不愿意，在这个成人世界里毫无意义吗？不出所料啊，姓雷的，原来之前发奖金是给今天做铺垫的，是吧？当然，你可以为了你这个所谓的升学率不择手段、六亲不认，但请你不要装出一副为他们好的样子，你这是伪善。结论下得太早了，桑老师。明天我们有一堂现实体验课，下课后我们欢迎桑老师来为大家总结。备课去了，咱们继续。按照我给你们的选科组合，不止入学率会提高，就业机会更是多到你们选不过来。李然程、雨山，之前桑老师撸串的时候问你们将来想做什么，你们没想法。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选择纯理，人工智能、云计算、软件开发、新能源、金融、芯片制造、航天通讯、高端装备，这都是高精尖的职业选择。不要小江晴朗，雾化地的涵盖范围和雾化生有所交集，互联网、城市规划、
环境资源、临床医学，这些就是你们的就业方向。李阳，你的纯文在就业市场算是个冷门，但是没关系，你清北毕业。这边。哎，哇，这都快满了。看来啊，这届真是不行，我们公司过复审的就没几个。初创公司吧？对啊。要我说啊，下回真没必要这样一个一个筛，太浪费时间，没一点效率。你不管他来多少人，最后留的不还是靠前的，是吧？是啊，现在呀，什么公司都是裁的多，用的少。像那些大公司的 HR 啊，只会把双一流的简历留下，其他的看都不看，直接就扔了。哎，行，那你先忙，我一会儿再来。得嘞。我跟组委会申请了，做一个教学实验。来吧，同学们，今天就让你们当一天的面试官。一会儿看看以你们的标准会选择哪些人。自己找凳子坐下。能不坐这儿吗？不能，仓密。你好，我来应聘，请坐。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啊，我叫吴亮，本科毕业于南师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是上大的金融专业。我虽然没有新媒体运营经验，但我看你们这是教育培训公司。我上学那会儿一直担任助教，也算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研究生为什么换专业啊？哲学吧。喜欢不能当饭吃。宝庆学院设计专业，本科应届，算比较踏实能干吧。996、007、886我都没问题的。哎，老师就想问一下，新媒体运营是做什么的呀？师哥，你是哪个学院的？外国语学院，你也是清北的？啊，我是外院西语专业的。我在校期间还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在阿喵搜题、识图教育都有过实习经验。这是我的简历，还有荣誉证书。我没有干过新媒体运营，但培训这块算有经验，而且我学习能力很快。师哥，如果你们缺人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今天去了几家，有什么收获吗？15家，到手3家 offer， 还有另外2家应该也差不多。最近的面试官你们好，我叫刘晶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就读于新州职业技术学院新闻专业，在校期间一直帮助我们学校运营公众号。哦，我还帮几个师哥一起运营了一个叫新州夜话的公众号。请问一下，你们这边确定收专科是吧？你对薪资的期待是什么？3500，税后。啊，我对薪资要求不会太高，5000，但我希望每年有晋升的空间。不太好意思讲，6000能行吗？底薪12000，但我相信我能给公司带来更大的价值。哎呀，给我坐下。桑老师怎么还不回来？算了，不管他了。同学们，说说吧。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选择谁呢？那个读研的男生，学历高，工资要的又不多，肯定是清北的那个女孩啊。她又自信，实习经验又丰富，奖状和证书还那么大一堆。我反正看不惯那女的，天生优越感，还装。
但最起码优越感不是装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 HR 都喜欢选择名校的毕业生吗？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名校多难考。一个人能考上名校，说明他在意志力、抗压力、学习能力、竞争意识方面都优于其他人。这就是所谓的赢在起跑线。相反，如果你开局没有一个漂亮的分数，就算你自身也许很优秀，但别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耐性去验证你的优秀。现在是个竞争社会，没那个耐性。但竞争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打肿了脸，只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吗？我刚在卫生间看见那个清北的女孩了。别提了，今天投了15家，一共才中了3家，跟我预期的太不一样了。你那边呢？怎么样？6个，牛啊！那当然选大厂了，这还用想？20K，哎，我好自卑啊！我就一本科毕业，我们宿舍全都是外企，还都留北京了，我拿什么跟他们拼啊？他保温杯里灌的是功能饮料，卸了妆黑眼圈有鸡蛋那么大。你们觉得他需要的只是那3份 offer 吗？不是的，他需要的是拿到比他同学更多的 offer 来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他还需要休息和适当的心理疏导。还有那个研究生学历的吴亮。缓解焦虑呢？哲学挺好的呀，为什么不学了？我要是再学哲学，我妈就不认我了。后来只能选择金融，不喜欢，挺难受的。现在也竞争不过那些有天赋的人。其实，在刚才应聘的这几个人里面，最适合这个岗位的是刘晶晶。我还帮几个师哥一起运营了一个叫“新洲夜话”的公众号，粉丝我们做到了有20多万。我觉得一个好的新媒体运营者，不仅需要有文笔、信息检索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矩阵思维，这样才能帮助一个账号进行长期稳定的高质量输出，形成自己的粉丝粘性嘛。你们都没注意吧？因为在他说出自己是新洲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之后，你们就没听他讲话了。但为什么读了喜欢的专业却找不到工作，考上了清北却还是自卑呢？你知道现在大学生有多少人患有抑郁症吗？哦，你说考上清北是逆天改命的唯一途径，但前提是他们能身心健康的走完这条路啊。就算你成功的制造出所谓的什么清北高材生，那也只不过是在一群终身竞争者里几个可悲的生还者罢了。你先别激动啊，桑老师，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够了。你说，你自己的第一学历是新洲师范，对，那为什么后来要考一个华师大的研究生呢？我之所以选择心理学，我选择继续读研，是为了深入研究这个领域。我关心的是人，是学科本身。话说得很漂亮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研究生学历，一个普2的心理系毕业生怎么会有机会在全市排名前3的明英任职呢？那么，假如你不是在明英任职，你又哪里有机会今天站在这里，讲出这些漂亮话呢？所以说啊，桑老师，学历重不重要？学历重不重要？从你自己的行动，不就已经回答了吗？本来以为在11班，既能做了课题，也能帮到人，但现在看来，的确是我天真了。好，从今天开始，我退出，你继续。但我也想请你们记住，喜不喜欢、适不适合、愿不愿意这件事儿，只要是人，就一定有意义。桑老师，桑老师，桑老师，桑老师。
就是说了，不好好的当我的鸣龙螺丝钉不香吗？非要来凑什么热闹？不过现在想想，其实当初要报考心理学，所有人都反对，只有你说。别看我平时挺爱怼人的哈，其实心特别细，总是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别人的情绪，而且善于倾听。身边人都喜欢找我聊心里话。你说这也是一种天赋，帮别人解决困难，找回快乐。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儿。但现在不一样了，比起健康快乐、考高分、赚大钱、买房子，好像更重要。那我的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桑老师，雷鸣，你知道吗？这个班是因为利州奇迹而起的，但是你一点都配不上，也更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因为利州奇迹的本质不是提了多少分，或是考上了什么名牌大学，而是在学生们迷路的时候给了足够的陪伴和希望。所以你永远也成为不了他。205雷利州，该就寝了。哎，小杨，你把我的饭卡放哪儿了？来，带你去找。交给我吧。哎，好。雷老师，这是杨护理长。我是桑夏，是您的学生。雷老师，咱们走吧。往这边。Roaring, tapping on my shoulder. Fight the power, meet the challenge, face to face we have each other. Maybe this is not the life you hope for, but don't give up, we have tomorrow. Someday we will earn the prize we fight for. Every setback says that I'm the fighter. Dry your tears, tend